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一篇民间鬼故事，叫做酒鬼撞鬼。这故事呢是上次和朋友聚会的时候从他那儿听来的，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分享给各位爱听鬼故事的朋友们。这个故事呀是发生在一个小镇上，主人公叫沈三儿，一个单身汉，家住在不远的镇上的村庄，人送外号酒葫芦，顾名思义就是他十分爱喝酒，无论是春夏秋冬，每天都得喝点，从几两到几斤，不喝个醉醺醺的绝不回家。不醉不归这词儿仿佛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而这是一个冬天，落叶纷飞嘛，夜幕也降临了。很快镇上的人本来就不多，再加上天气寒冷，因此呢，大部分人能够待在家里就绝对不出门。但是对于沈三儿来说，这样的天气可是再好不过了。本来嗜酒如命，再喝上几斤酒，这身体暖和了，心情也舒畅。可是不知道怎么的，这沈三儿好像几天都没露面了，就连镇上经常去喝酒的那家饭馆也不见他的踪影。那后来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沈三儿前几天生病住院了，而且神经兮兮的，经常自言自语，说着莫名其妙的话。医生也是一直查不出原因，有人说他是患上了精神病，也有人说他是喝酒喝疯了。但这不知为何起这村子里流传出他撞鬼的说法。几天前，沈三儿和往常一样，约了一两个好友到镇上喝酒，一杯两杯是越喝越兴奋，那几人的脸上也是微微泛红，一股醉意袭来，不知不觉这桌上这摆满了早已经喝光的二锅头。这天色暗淡无光，除了镇上零零散散的灯光之外就属那透着云层的点点月光最为耀眼了。沈三儿的村庄虽然不远，但是连接小镇，除了一条十字铺的马路，其他的都是荒野。这马路两边也是农田，偶尔呢还有几座孤坟映入眼帘的。那几人喝的也是十分尽兴，相约着明天再聚之后起身便打道回府。沈三儿虽然是入醉了，但是借着月光呢，还能够摸清回家的路。这东风袭来，凉意阵阵，不知不觉呢，他就走到了孤坟的这段路。此时呢，沈三儿突然一股尿意袭来，他是慌不择乱地跑到了一片荒野当中，释放了酒杯的压力。可是不知是喝糊涂了，还是一时兴起他竟然说起了什么尿还没有消化的快的酒，一杯敬苍天，一杯敬大地。那说完呢，就提起裤子，晃晃荡荡的回家了。第二天，这沈三儿喝到月飞风高了，醉醺醺的回家。不过这次沈三儿又在经过了那片孤坟的时候，晃晃悠悠的就看到了一个人。不过他并没有在意，那人呢也跟没发生一样，一言不语的就走了。第三日、第四日，接连着好几天，沈三是经过这片坟的时候就会撞到一个人。可被撞到的人呢跟之前一样，什么话也没说，连个哼几声都没有，就是悄无声息的从沈三儿的面前就走过去了。那转眼来到第五日，这天沈三儿依旧是喝了个夜幕降临，但是相对前几天来说，这次意识更加清醒。在经途这片坟地的时候，他又撞到一个人。沈三儿就觉得很奇怪，怎么这些天老是撞到人呢？仔细这么一想想，又不知道那人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他眼前的。话虽如此，不过他也是没有深究。那撞见人了，沈三儿就说了一句：“哎呀，不好意思哈。”而那人着实也有些奇怪，低着个头，沉默不语，处在原地就不动了，发色耷拉着，那遮住半张脸，这身上
穿着灰绿色的旧衣服，像是70、80年代的款式。这手上呢还提着个破罐子。沈三儿就仔细打量那人，从外观上依稀能够分辨出这是个男人。沈三儿见这人是迟迟不动，便准备回家了。刚走几步就听见一声：“这是你的酒吗？”那声硬啊，嘶哑无力，又不是现在四下无人，异常安静，那转情不到。沈三儿回头这么一看，就看见男子突然把手中的罐子提到自己眼前。这罐子呢，就遮住男人的面孔了。沈三儿一脸茫然，还不知道他说的是何意思的。忽然这男子把这罐儿打开了，然后猛然这么一抬头，露出了邪魅的嘴角，透着月光，沈三儿看清楚这男人的全貌了。灰青色的脸庞，净露青筋，像是被抽干血一般，看不出来半点生机。两只鹌鹑蛋大小的眼球直泛白，看不见任何血丝，仿佛都快炸裂了。再看这邪魅的嘴角，这嘴唇惨白，皮肤裂开，如同一个活死人的状态。这沈三儿被这一幕吓得着实是不轻，这额头冷汗直冒，身体畏畏缩缩的，半晌也说不出话来。而那男子盯着沈三儿，不断地重复着：“这是你的酒吗？那前几天你请我喝的，今天该轮到我请你了。”沈三瞬间就想起他这前几日在一片荒坡上尿尿的事了，随即被吓得瘫倒在地，好像发了疯似的，不断哭喊着：“嘿，有鬼，有鬼，别过来，别过来！”那随后一连几日，好友见联系不到沈三，便出去寻找，终于在一片坟地之处发现了一只昏厥的沈三，而嘴里还在不停地说着：“好喝，干杯。”说起天鹅湖，一度是合肥本地人心中的一块自豪之地，因为这里的房价和环境可以说是合肥的天花板。办公楼、市政府、电视大厦、商场、豪宅等全都聚集于此。也是因为市政府在此，所以这里呢也被称之为政府区。其大致的范围呢就是天鹅湖周边几百米左右吧。沿着湖边一栋栋高端的办公楼就这样起来了，彼此呢有影视剧当中一些白领办公场景的景象。除此之外，这里可以说是百米一商场，什么万象城、万达、银泰城全都汇聚于此。而天鹅湖虽说是人工湖，但在打造上也是不遑多让，什么旅游船、人造沙滩也是应有尽有。每到周末呢，或者休闲节假日的时候，来此游玩、锻炼的、放风筝的等等等等，各色各样、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一副生机勃勃、国泰民安的景象。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天鹅湖亦是死亡之湖，每年都有人在此淹死的新闻上了本地头条。尽管湖边已经立了禁止游泳的牌子，但不知为何大家呢就像是着了魔一般，不断的有人下去游泳。关于天鹅湖为何会常年有人溺亡，也有不同的传闻。有本地老人曾说，湖里有水鬼，也就是我们口中经常说的水猴子。据说长得和猴子差不多，肚子那儿有一块红毛，像是红肚兜一样，是落水的冤魂所化，看到有人游泳，这会拖下水，直至溺亡。第二个传闻则是天鹅湖这块地原本是一个轮窑厂，据说这个轮窑厂曾经发生过爆炸，死了很多人，因此也就倒闭了。后来政府有意重新开发，于是
就将这里改造成了高楼大厦，而中间的部分呢，则是修建了这个人工湖。据说当年这块地呀，修建大楼的时候，曾经遇到一件非常邪门的事。话说在盖某栋大楼之初，开发商打地基的时候一直打不进去，于是呢便请来了一位风水大师。大师看到这块地之后，直言风水不好，想要破解的话，必须在这栋大楼底下埋2座石狮子，而且狮子需要张口嘴巴对着天鹅湖的方向。果然，开发商按照大师的指点，成功的打下了地基，并且顺利的盖好了大楼。但是不知何时起，天鹅湖就像是一只巨兽一般，张大了它那深渊大口，一步步的走向了死亡之湖。传言曾经有3个人在凌城在此嬉戏，开始的时候几人在一块儿也并没发生什么，后来其中一个人往生水区游去，然而没多久，另外2个人却突然听到那个人的求救声，说是腿抽筋了。于是另外2个人就求救声方向找了过来，可这无论怎么寻找都找不到发出求救的那个人。不一会儿，求救的声音越来越小了，直至消失，水面也慢慢的恢复了平静。另外2个人见大事不妙，赶紧游上岸报了警。警察很快到了现场，在了解实际情况之后，火速派了打捞队下水打捞。经过几小时的打捞，最终打捞队成功捞起了一具男尸。后来呢，经过法医鉴定，该男子并非溺亡，而像是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被活活的吓死的。事后呢，另外2个人在接受警方录口供的时候，纷纷指出当时就感觉十分的怪异，而且其中一个人说道，被淹死的那个朋友是他们3人当中水性最好的，当时他们只是听到了求救声，却并没有见到人，而且无论他们俩怎么寻找，只是闻其声不见其人，好像永远都找不到发出声音的源头。以上虽然都是传闻，但是也指出天鹅湖的诡异之处。无论是下水游泳的，还是在岸边踏青的，亦或者其他，总之每年都有人莫名其妙的在此丧生。事情发生的多了，以至于每次出现有人在天鹅湖溺死的新闻，都是见怪不怪了。